大家最近刷到2025年印度布巴内斯瓦尔乒乓球亚锦赛的视频了吗？小编真是越看越懵，这哪是亚洲顶级乒乓赛事啊，分明是工地板临时搭台秀。咱先不说别的，比赛12号要开打，10号的时候主场馆居然还在叮叮当当施工，这操作真是头一回见。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也不知道之前东道主运动员巴特拉在宣传片里一脸骄傲的自信哪儿来的，说什么印度时隔16年办国际大赛，这太棒了，场馆基础设施整个球馆我感觉都不错。你猜怎么着？日本队教练王睿随手拍的一段视频，直接把印度滤镜砸得稀碎。视频里，从运动员驻地到训练馆，路边全是没铺好的土路，两边杂草长得快到膝盖，偶尔能看到几辆突突车开过，扬起的尘土能把人呛着。说句实在话，跟进村走亲戚似的。到了场馆里更绝，这座由半户外田径场临时改造的场馆，地面上蓝色的比赛地胶才铺好不久，边缘处仍有翘起和缝隙，施工用的螺丝刀、电线、油漆桶散落一地，几名工人蹲在地上用胶带临时处理地胶，时不时还得停下来跟路过的运动员借道。更离谱的是，王睿教练还在没完工的热身区拍到一只绿色的小青蛙在水泥地上蹦跶，最后居然钻进了训练球台的桌腿缝里，并配文调侃：这里的生态环境真好，连青蛙都想来现场观赛，而且还不用买门票。这段视频很快在社交平台火了，网友评论区直接炸了，这是青蛙杯特别赛事吗？主办方要不要给青蛙发个观赛证？建议下次直接办野外乒乓赛更贴合主题。可这笑话背后全是实打实的尴尬，运动员在热身场挥汗如雨，隔壁施工队的电钻声、锤子敲钉子的声音比球拍击球的砰砰声还响。国乒女将蒯曼就曾因飞虫落在球上中断发球练习，日本队员训练时也常被飞虫打扰，只能不断驱赶停在球上的虫子。更坑的是观赛体验，比赛转播不仅视角清奇，音质糟糕，电子计分牌也仅安装了一半，测试时还出现闪烁故障，导致观众难以清晰掌握比赛进程，连网上看直播的网友都得靠推理看比赛。选手握拳欢呼了，就知道这局赢了，要是双方都面无表情擦汗，只能等裁判示意才敢确定比分。有网友吐槽，我看的不是乒乓球赛，是悬疑推理剧吧，还得自己找线索，比看球赛累多了。更让人崩溃的是后勤保障，简直是让运动员开启生存模式。水质问题尤为突出，水龙头一拧开，流出来的全是浑浊的黄色自来水，得放20多分钟才能慢慢变清，而且水里面还飘着点杂质。各国选手被逼得没办法，中国香港运动员把洗脸巾套在水龙头上过滤，中国台北队更绝，直接自带了便携式滤水花洒和矿泉水。队员郑怡静在视频里无奈地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训练，是蹲在水龙头前放水，放完水还得赶紧把过滤用的洗脸巾擦干，不然第二天就没得用了，感觉像在荒野求生。饮食方面就更别提了，酒店提供的自助餐多是印度传统食物，且存在卫生隐患，有其他国家的队员因误食当地食物拉肚子，甚至被迫退赛，吓得各国队伍赶紧自救。韩国队带了一箱子泡面、火腿肠和泡菜，饿了就泡碗面。中国台北队找了当地一家中餐馆，每天让厨师送餐到酒店，餐费自己掏。也就国乒有经验，提前拉了200多箱物资，从矿泉水、自热米饭、方便面到电磁炉、电饭煲、调味品全带了。随队厨师还能在酒店的临时厨房做番茄炒蛋、红烧排骨、扬州炒饭，香味儿飘到走廊里，引得其他国家运动员忍不住探头看。泰国选手素塔西尼还跟国乒队员开玩笑，能不能分我一口饭，闻着太香了，我实在吃不下咖喱了。可主办方好像完全没觉得这些是问题，反而一副很正常的样子。有记者问组委会工作人员，离比赛只剩1天了，场馆还在施工，能按时完工吗？对方轻描淡写地说，放心，我们有经验，比赛开始前肯定能弄好，之前办其他赛事也这样。合着在他们眼里赶工期是常规操作。
同样是人口大国，咱们中国办赛事那真是把专业和贴心刻进了骨子里，跟印度这亚锦赛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的距离。就说2023年成都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主办方早在比赛前1个月就把场馆调试得明明白白。比赛场馆在成都高新体育中心，里面的6张球台，每张的摆放角度都经过精确测量，确保符合国际乒联的标准。照明系统用的是防眩光 LED 灯，光线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运动员不管在哪个位置都能清晰看到球的轨迹。为了让运动员更好地适应场地，主办方还提前2周就开放了训练馆，每天安排不同的时间段给各国队伍训练。训练馆里的球台、地胶和比赛馆一模一样，连灯光和空调都调成一样的参数，让运动员能提前找到比赛的感觉。饮食方面更不用提，中国办赛事从来不会让运动员饿肚子。成都世乒赛组建了专业的餐饮团队，团队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厨，每天准备200多种菜品，中餐、西餐、日餐、韩餐、东南亚菜都有，还专门为穆斯林运动员设了清真餐厅，为素食运动员准备了丰富的素食餐品。要是有运动员对某些食物过敏或者有特殊饮食需求，提前跟餐饮团队说一声，他们就能定制专属餐食。有次新加坡选手冯天薇说自己对芒果过敏，餐饮团队不仅在所有餐品里都去掉了芒果，还专门给他准备了不含芒果的水果拼盘，细节满到让人感动。住宿方面也没得挑，中国办赛事选的酒店都是地理位置好、设置完善的5星级或4星级酒店，而且会提前1个月对每个房间进行全面检查，床够不够舒服，空调好不好用，水质干不干净，隔音效果怎么样，一点细节都不马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主办方还根据不同国家运动员的生活习惯调整服务，给有需要的运动员准备了无障碍房间，给穆斯林运动员提供了祈祷室，给来自寒冷地区的运动员准备了加厚的被子和暖手宝，连洗漱用品都是定制的，上面印着冬奥会的 logo， 用完还能带走当纪念。这样一对比，是不是高下立判？而且就这样的印度，还在不遗余力地申办2036奥运会，真为运动员们捏把汗。先不说别的，就冲这次亚锦赛的表现，印度真能撑起奥运会这么大的赛事吗？奥运会跟亚锦赛可不一样，参赛国家有200多个，运动员好几万人，还有几十万观众和媒体，对场馆、交通、后勤、安全保障的要求比亚锦赛高了不止1个档次，这难度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这次亚锦赛才几个队伍就乱成这样，场馆赶工期，水质差，饮食不安全，赛事服务不到位，要是办奥运会，后果不堪设想。有人说印度有野心是好事儿，想通过奥运会提升国际地位也能理解，可野心也得配得上实力啊！办奥运会不是先上车后补票的事儿，需要长期的准备。提前10几年规划场馆建设，完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立专业的组织团队，积累办赛经验，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从申请成功到举办准备了7年，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准备了6年，就是为了确保每个环节都不出问题。可印度呢，办个亚锦赛都准备不好，还想直接办奥运会，这不是好高骛远吗？而且印度现在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没解决，基础设施落后，卫生条件差，管理效率低，这些问题不解决，就算申请到了奥运会举办权，也很难办好。就拿场馆建设来说，印度办亚锦赛的场馆都要赶工期，要是建奥运场馆，不得拖到开赛前夕才完工，到时候场馆质量有没有保障都是个问题。小编不是说印度一定办不好奥运会，毕竟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也都想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但至少得先把基础打牢吧，先把亚锦赛、英联邦运动会这样的中小型赛事办好，积累点办赛经验，把场馆建完善，把后勤保障做好，再把管理效率提上去，让国际社会看到印度的办赛能力，再去申请奥运会也不迟。要是连小赛事都办得一团糟，还非要硬着头皮申奥，到时候不仅会让运动员受苦，还会让自己的国家形象受损，得不偿失啊！真心希望印度能从这次亚锦赛的教训里好好反思，别再靠临时凑合办事儿，踏踏实实提升实力。毕竟办赛事不是靠嘴说，是靠实打实的行动，靠对运动员、观众和媒体的尊重，靠把每个细节都做到位的用心。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